为什么超市里的青团长时间不会变硬呢？这个视频呢会分以下几点来解答这个问题。首先，我们要了解青团为什么会变硬。青团变硬其实是因为淀粉的老化。我们日常所接触到的淀粉、面粉制作的食品基本都会老化，这种现象很常见。简单的来解释一下老化，生的淀粉分子呢是依靠它们分子间的氢键排列的非常紧密，它的结构呢就类似这样，这个叫贝塔淀粉。贝塔淀粉在水中加热，氢键会被破坏，淀粉分子呢又恢复了单身，被水分子包围，它的结构呢就变成了这样。这个叫做阿尔法淀粉，这个过程也叫做淀粉的糊化。加热完之后，阿尔法淀粉慢慢的冷却，淀粉分子呢又开始自动排列程序，它们之间的氢键开始恢复，水分子被挤了出去，结构呢又变得紧缩，这就是淀粉的老化，也是青团变硬的原因。但是淀粉的老化呢是发生在淀粉分子之间，所以我们在青团上刷油或者是包保鲜膜，只能够暂时让水分保持在青团里，而不是保持在淀粉分子之间。那怎么让水分子长时间留在淀粉分子之间呢？我们通过分析影响淀粉老化的因素，可以得到一些缓解淀粉老化的答案。第一个呢是淀粉的种类，淀粉的分子结构决定了支链淀粉相对于直链淀粉不易发生老化。糯米粉呢属于在淀粉中支链淀粉含量比较高的，所以在保证青团的口感和不塌陷的情况下，尽可能的减少除了糯米粉以外的淀粉，有利于抗老化。上个视频呢我们就只加了淀粉来改善它的口感。第二个呢是温度的高低，淀粉老化最适合的温度呢是2到4度，60度以上或者是零下20度都不容易发生老化。冰箱冷藏的温度正好是2到4度之间，所以青团最好不要放冰箱，冷冻的话就建议直接冻生的青团。第三个是水的种类，硬水中含有的钙离子会引起蛋白质凝固，加速淀粉的老化，所以制作青团用到的水最好都是软水。家庭制作中呢，可以使用烧开的开水，凉白开，相对来说会软一些。第四个呢是淀粉的糊化程度，糊化的程度越高，维持糊化的时间就越长，老化速度就越慢。所以如果你不介意青团扁扁的不成形，那么就可以增加蒸制的时间，让青团糊化的更加彻底。我妈的青团呢就蒸过了头，原本只要蒸10分钟就可以，她蒸了20分钟，然后呢打电话给我说，我做的青团冷了不硬哦，算你厉害。或者呢还有一种方法叫做冷加工，先把青团面皮上锅蒸熟蒸透，可以让这个青团的糊化程度尽可能的提高。稍作冷却后再揉进猪油防粘，然后呢再包入馅料。这种方法呢比较适合熟馅或者是馅料不需要再加工的青团，比如说像是咸蛋黄肉松青团。第五个呢是糖类的影响，加入大量的糖类可以推迟老化的时间。上个视频呢我是加了适量的白砂糖，但只能说是有一定的作用，因为它需要大量的糖类才能有效的延缓淀粉的老化。其他方面的影响呢我们无法控制，所以稍微了解一下就好。其中关于第3点呢，我是在淘宝网上淘到了一款阿法淀粉酶，也是一款食品添加剂。阿法淀粉酶可以将阿法淀粉水解产生淀粉糊精，能够促进淀粉分子网络的形成，对阻碍淀粉再次形成氢键有一定的作用。而且因为糊精的粘性可以让糯米制品更加的拉丝。如果大家非常在意青团或者是糯米制品变硬，可以买来试一试。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卖青团的商家是怎么解决淀粉老化的问题的。我买了一些市面上常见品牌的青团，发现他们都添加了一剂麦芽糖浆或者是葡萄糖浆，而且配料比例是排在第1位。还买了一颗雪媚娘，它的皮里呢也包含麦芽糖浆。我们刚才有说到糖类的保水性能很好，可以延缓老化，但是呢需要的量很大，所以商家都是用了较大剂量的糖类来抗老化，延长货架期。而且这种青团的制作方法呢都是冷加工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先蒸后包。所以你现在知道为什么外面卖的青团不会变硬了吧？但是麦芽糖的热量和升糖指数都不低，都是碳水，想减肥的小不点就要注意一点了。所以比较建议大家购买现蒸现吃的青团，或者呢是像这种生的速冻的青团，它里面的配料呢就很简单，没有其他的添加剂。购买之前呢多看看配料表，当然还是自己动手来的更加可控一些。我还翻阅了一些资料，国外呢像是日本会使用复配甜味剂来作为抗老化剂、保软剂使用。这些甜味剂呢甜度小，不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，不会提升血糖值和作用于胰岛素，所以对人体是更加友好的。国内的商家也可以研究一下，现在大家都越来越注重健康，其中饮食是很重要的，不然小心被淘汰哦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，希望不管是在制作青团还是购买青团方面都能够帮助到大家，那就拜拜了。